说到权力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阴谋算计，觉得这是高高在上的精英才需要学习的东西，甚至呢有点抗拒。但其实啊，普通人更需要掌握权力法则，因为它会影响你的人生满意度、职业发展和阶级跃迁。斯坦福大学的组织行为学教授 Jeffrey Pfeffer 写了一本 Seven Rules of Power。 他说啊，世界在变，但权力的本质没变过。权力就像地心引力一样，无处不在。如果你拒绝接受权力的现实，就等于葬送了自己的前途。教授还说，在学校里我们学了一堆知识，但就是没学过怎么在现实世界里获得权力。我们总是被教导要埋头苦干、循规蹈矩，但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要是不打破常规，哪怕你能力再强，也很难得到该有的回报。很多人怀才不遇，不是因为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不懂得权力的规则。要是你想做成点事儿，就得在复杂而且不公平的社会里争取权力。权力本身是中性的，它是善还是恶，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用。善良的人如果不争取权力，那么这个世界将被心狠手辣之人操纵，多么可惜呀！如果咱们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咱们普通人就要大胆地学会权力法则。这本书呢是 Pfeffer 教授在斯坦福开的权力课的汇总，以前只对 MBA 总裁班开放。好消息是呢，现在书出版了，咱们普通人也可以打破信息差。我读完了这本书的英文原版，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咀嚼，做了几十页的读书笔记，真的是醍醐灌顶。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里的精华。如果咱们能学会并且运用这本书里的规则，相信你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少走几十年的弯路。一、摆脱自我束缚。第一条规则就是要突破心理障碍，敢于自我吹嘘，不合群。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育要谦虚，要埋头苦干，只要活儿干得好，别人自然会看见。但现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并不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光有实力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会吹自己。比如教授的一位亚裔学生 Christine， 她是公司团队里最年轻的成员，也是唯一的女性。团队里有个男同事啊，突然自告奋勇跟领导申请说，以后啊，我们团队全都向我汇报。Christine 很难受啊，对方明明和自己是同级别的，却自己提拔了自己。而且他认为自己年纪小，又是女性，没法和对方竞争。这时候 Pfeffer 教授提醒他要看到自己的优势。他是团队里唯一拥有知名商学院 MBA 学位的人，数据分析能力最强，负责的项目收益也最高。要敢于吹嘘自己的优势，主动地争取升职。Christine 听了建议之后，赢得了这场权力斗争。之后呢，他一路高升。教授表示，很多优秀的人都有 imposter syndrome 冒名顶替综合症，也就是尽管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却仍然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不配。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在高位上的人真的就比你强那么多吗？成功有时候只是运气好或者投胎好而已，所以别再小看你自己，你并不比他们差。那么怎么做呢？很简单，不要谦虚，千万不要自我贬低，而是用积极的词汇来形容你自己。如果你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有力量、有竞争力，别人凭什么相信你值得呢？所以大胆地推销你自己，让世界看到你的光芒。展现自己呢，只是第一步啊，更重要的是要敢于争取个人的权益，不必合群。有研究显示啊，社会阶层的固化，除开经济资本、教育投资这些外部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富人很愿意自我推销，主动建立关系，寻求资源，但是穷人往往不愿意使用这些手段，倾向于合群，不敢争取个人利益。这种心态会让人无法实现向上流动。这种逆来顺受的心态不仅在美国的有色贫困阶层中比较普遍，在亚裔中也很普遍。教授建议呢，习惯了以谦虚为美德的亚裔一定要学会厚脸皮。他说，硅谷的亚裔高管比例远远不及印度裔，主要原因就在于东亚人普遍不喜欢吹嘘，害怕出头，不敢展现自己的魄力。成功确实需要一点不要脸的精神。英国乌干达裔的音乐家 Musa Okwanga 出生在中产家庭，当他接触到了上流社会之后，感叹道，I have been told my entire life that it's important to get on with people in order to succeed. The older I get, the more I wonder how much that concept was created to keep people of a certain social class in their place.
I look at the most confident people in my year, and I realize that the greatest gift that has been bestowed on them is that of shamelessness. 教授建议女性、亚裔人士作为职场中的劣势群体，一定要克服这些自我限制的心态，敢于打破社会期望，才能够升得上去。不要指望大环境施舍给我们机会，那得等到花儿都谢了。我们要主动争取，才能够改变大环境。可能有伙伴要担心了，如果我总是出头，会不会被别人讨厌呢？有研究显示讨人喜爱的程度和竞争力是成负相关的。一个人越是讨好别人，就越会被别人觉得没能力。当你晋升到更高的职位时，大家更看重的是你能不能把事儿给做成，而不是你是否和蔼可亲。在教育规训普通人的过程中，我们往往觉得当个老好人，上天就会施舍给我们运气，但权力从来都是靠人主动争取的。几年前我拜访了一所高校，有一位老师跟我说一些学生对学校的管理制度不满，直接就冲到校长办公室了，怎么这么上纲上线呢？这给我们老师造成了多大的困难。虽然我很理解这个老师的烦恼，但是我内心非常赞赏这些学生，这让我看到了我的大学时代。那个时候呢，我们几个学生组织代表一起写邮件给校长，要求开座谈会，面对面把学生的诉求告诉他们。也就是这些建议让学校现在越办越好。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敢于争取的学生都变得非常优秀，名字都挂在了我们学校的校史馆里。年轻人就应该主动出击，如果咱们自己都不敢为自己争取诉求，又有谁会尊重咱们的利益呢？就像这本书里所讲的，我们要突破心理障碍，学会自我推销，不必合群讨好。2. 打破常规。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叛逆？但如果你想要干一番事业，就不能按照常理出牌。比如教授有个学生特别想参加好莱坞明星的私人晚宴，他就说自己是福布斯的兼职记者，给公关部门发了个邮件，申请通过了。可是临近晚宴的时候他有个朋友也想一起去，问题是他之前只申请了一个名额，怎么办呢？他决定直接去现场。结果呢，迎宾人员一看说，既然来都来了，就进去吧。就这样呢，他带着朋友顺利地参加了这场私人豪华晚宴。教授建议要想获得少有的机会，不要等待别人许可，而是要主动争取。建筑大师 Robert Moses 也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在建设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时候，往往会在项目快建完的时候才向政府正式申请批准。美国政府一看，哎呀，项目都建完了，算了，通过吧。这种先斩后奏的方式彻底改变了纽约市的交通、住房和绿化系统，也让他成为了美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规划师。教授提醒，规则本来就是由强者制定的，有些规则未必对普通人有利。普通人如果一直循规蹈矩，就意味着上升的机会更少了。Rules and social conventions are made by those in power, mostly to ensure that their power is perpetuated. Therefore, some of the rules, some of the social norms, expectations may be sensible, but many are probably not. At best, they are arbitrary. At worst, seriously harmful to those with less power. 如果你想要获得成就，就要改写游戏规则，这会大幅度的增加胜算。这本书提供了一组有趣的数据，在历史上的军事实力相差5倍以上的战争中，弱者基本上没有机会赢。但是从1950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里，弱者反而赢的几率大幅提高，达到了51.2%。为什么？因为弱者采取了非传统的战术，也就是说，当弱势的一方不按照常理出牌，胜算会大幅增加。在商业世界里也是如此当你面对强大的垄断的竞争对手，如果按照现有的规则来玩，肯定没戏，而颠覆现有的行业和商业模式才有可能逆袭成功。马斯克的成功就得益于他总是挑战美国的监管部门，为他的自动驾驶和航空事业开辟道路。所以打破规则并不是什么坏事儿，它反而能给人带来权力，把事儿给做成。3. 展现强大气场。虽然我们总说不要以貌取人，但是教授表示，人们本能的会根据第一印象来对待你。
如果别人觉得你不太聪明，他们可能就不会再给你机会展现你的才智和能力了。外表真的很重要，研究显示呢，人的外表能准确地预测职业结果。比如有研究者让一群学生看一段教授讲课的无声视频，然后给教授的教学水平打分，结果呢，这些只看了视频的学生给的评分居然和那些上了一整个学期课的学生的评分是一样的。还有一项研究让100个大学生看了50个财富500强公司 CEO 的照片，然后呢，给这些 CEO 的领导力、能力和可信度打分。结果显示，这些打分居然和公司的盈利情况高度相关。那些看起来更有能力的 CEO 所在的公司盈利也更高。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神奇？但这就是现实。以貌取人还真能判断出一个人的能力。所以呢，仪表和肢体语言真的很重要，它会影响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为什么要展现的有权利呢？教授解释道，人都是慕强的，人都喜欢和厉害的人为伍，因为这样能让自己感觉更好。他写道， Although we like to think people root for the underdog, when it comes to their own identity, they would prefer to be with the winners. 所以啊，你要想获得权力，你就得管理好自己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展现强大气场的另外一个关键方式就是敢于发火。研究表明，表达愤怒会让你显得更有权力，而表达悲伤、后悔或者道歉会让你显得软弱，甚至失去权力。为什么表达愤怒会给你带来权力呢？首先，只有那些有权力的人才敢打破规则，违反社会期望。小角色一般不敢随便发火，所以当你表现出愤怒的时候啊，别人就会不自觉地认为你是个有地位的人。这就好比特朗普，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他从来都不认错，反而加倍反击，这也让他成为了历史上少见的公认的政治强人。其次呢，研究显示，那些经常表达愤怒的人，往往晋升得更快，收入更高，工作表现评价也更好，在谈判中也更有优势。相反，道歉会让人显得软弱。当受到指责的时候啊，许多人下意识的就会道歉，但这么做，别人就会认为你做了亏心事儿，你自己也会失去自信心。最严重的是，如果你是团队的领导，使用了过多的道歉语言，就会失去威望和号召力，很难再做成事儿了。所以呢，你必须自信地展现你强大的气场。当你展现出自信的时候，别人才愿意跟着你，支持你，你才能把事情做成，更有可能获得事业的成功。4. 打造强大品牌。你得让别人记住你、认可你，才能走得更远。这就需要你打造个人品牌。教授建议啊，第一步和厉害的人产生联系。从前呢，有个人找金融大亨罗斯柴尔德男爵借钱。罗斯柴尔德说，我不会借给你钱，但是我可以和你一起挽着手走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厅，到处都会有人愿意借钱给你。这就是品牌效应。第二步，咱们得讲好自己的故事，用简单的方式把自己的专长、经验和个人理念反复地讲给别人听。比如美国有位黑人企业家 Tristan Walker， 他见人就说他的创业初心。他发现呢，市场上的护理产品都不适合黑人的毛发，他剃胡子呢容易起痘痘，可是硅谷的创业者基本都是白人，黑人的市场却被忽视。于是呢，他必须做出改变，创立了属于有色人种的护理品牌。励志故事讲着讲着，他就拉到了投资，他的公司还被宝洁公司收购了。教授建议啊，大胆说出你的故事，别怕啰嗦，就是要反复讲，这样别人才会记住你。你可以做播客、写书、发视频、参加演讲，多和主流媒体打交道，把你的故事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让世界发现你。可能你会说，咱们要低调，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吗？但是呢，你的老板和同事又不是闲得蛋疼，他们可能根本注意不到你的成就。你干出了一些成绩，想要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就要主动地说出来。科技行业的高管 Deborah 刘就有这方面的教训。他在 Facebook 工作了11年，负责的游戏和市场营销业务占了 Facebook 总收入的 15%。作为美国的亚裔啊，他一直以为自己的成绩会说话的。但是呢，公司太大了，根本没人注意到他做了多么厉害的事儿，晋升都轮不到他。后来他学聪明了，每遇到一个同事就大声地说出自己做了什么项目，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和支持，其他部门的人知道了就来帮忙，从而开辟了新的业务。
在他的工作成绩被看见之后啊，2021年他被基因检测公司 Ancestry 挖走了，担任了 CEO。Being able to influence the world around you, this is why we're here. Let's actually take back our power together. 所以不要指望别人主动给你认可，你要大声地说出你的成绩。教授写道 If you don't tell your story, you cannot be sure that anyone else will either, or whether others in the organization will see what you have accomplished. 这本书的第5章讲的是积极的建立人脉，我觉得没啥稀奇的。第6章、第7章呢，我觉得更适合中层管理者来看，获得权力之后如何使用和巩固权力。由于时间关系呢，这里就不展开了。听完这本书，大家是不是对权力有了新的认识？别抗拒它，反而要学会在现实生活中合理的使用它。想想看，随着你的职业发展，大家的学历、智商和技能水平都差不多，这个时候会不会使用权力，就决定了你能不能脱颖而出。就像这本书的结尾所说 The world is hierarchical, with fewer positions at the top than at the bottom. Whether you are talking about professional sports, universities, companies,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or school districts.In a hierarchical world with competition for advancement, the ability to do power become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s your career advances, because other differentiators among people, such as intelligence or technical skills, become more and more equal as individuals rise through the ranks.这本书毕竟是斯坦福的教授所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学术，但是呢，读起来很过瘾啊。这本书要顺利的读下来，我觉得词汇量应该在15000到2万左右，会涉及挺多的学术词汇的。如果你能够整本书啃下来，说明你已经达到了斯坦福 MBA 的水平哦。大家最近看了什么样的好书，也别忘了告诉我哦，我也想学习一下，获得一些灵感。好了，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我是爱读英文原版书的夏冰雹，咱们下期再见。